他是古代朝鲜非常著名的制衣师，来找他定做服装的，都是地位显赫的高官显贵。每年举行的芙蓉庭宴会，姑娘们都怕落后，赶不上流行。他的手艺精湛，别具一格，被他打扮过的名门闺秀，光芒四射，吸引众人。姑娘们都对他投以赞赏的目光。宴会还没结束，他的作品就被抢购一空。然而当场景达到高潮时，突然有人泼了他一盆冷水。这位夫人一脸的鄙视，还说她是贱民的女儿。听到这个，姑娘们都非常惊讶，每个人都因为买了低贱出身者的衣服而感到羞耻。就在刚刚，他的母亲因为跟老爷说了几句话，遭到了夫人猛烈的一巴掌。愤怒的夫人下了命令，家丁们开始乱砸东西，他只能无奈的眼睁睁看着。其实他出身于普通家庭，并非低贱，他的父亲娶了一个地位低下的母亲，因此受到了很多伤害。父亲去了哥哥家请求帮助，但是哥哥冷漠，将他们赶出家门。一家人东躲西藏，最后来到了父亲挚友的家。被仇人发现后，他们将他父亲打伤，还将他母亲抓去做奴隶。父亲临终前用尽家财为女儿赎了身，他曾试图用所有积蓄赎回母亲，但那个恶毒的夫人每次都以钱不够为由拒绝。宴会因混乱被迫结束，衣服首饰都被退回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去千金府上。幸运的是，小姐一直很照顾他。小姐二话不说留下了衣服，但他需要帮一个忙。小姐今天要相亲，没化好妆绝不出门。相亲对象就要来了，小姐让他借测量衣服的名义拖延时间。然而就在他走出房门，人群开始嘲笑他的低贱出身。小姐的相亲对象到来时，那位男士立刻对他一见钟情，但他并不知道，这位男士正是当今的皇太子。两人因此产生了一场误会，但皇太子却是对他一往情深。与此同时，中殿娘娘正忙于筹备选举世子妃的事宜，其中2位大臣的女儿成为焦点。任显不仅外貌出众，气质也非常好，而任静在他面前显得有些逊色。于是任静找到了这位非常有名的裁缝，希望能借助他的帮助胜出。自从上次夫人闹事后，他失去了不少生意。为了维持芙蓉亭的姐妹们的生计，他开始重新振作。大家族的女儿们争夺成为世子妃，但都因脸上的斑点烦恼。他询问了身边的父母，是否应该多用些粉底来遮掩。守墓的玉珍告诉他，这些斑点不会是他失格的原因，与其遮掩，不如大胆展示出来。卸妆后可能会被认为是欺君之罪，这样反而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玉珍决定换一种头饰给他。想起刚进宫时见到中殿娘娘，她佩戴的花冠是红色的，于是玉珍挑选了一件普通的红色头饰。任显看到后满脸鄙视，他觉得自己必胜无疑。中殿娘娘和大王大妃急忙赶到，两人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。竞选正式开始，中殿娘娘提出问题：世界上哪种花最漂亮？聪明的任显回答：棉花既能御寒也能制油，对百姓有益的花才是最美的。中殿娘娘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。大王大妃和任静的脸上有斑点，为什么不用粉底遮掩一下？任静坦白自己的不足，既然无法摆脱，就坦然接受，这可能也成为一个亮点。中殿娘娘注意到了她头上的花冠，忍不住赞扬了一番。这番赞扬让任显感到了更多的危机。在接下来的环节中，他故意让宫女把粥洒在任静的衣服上，这让任静感到五味杂陈。玉珍向上宫请求延迟一些时间，然而作为一个守墓人，上宫怎么可能把她放在心上？这时任显却装作懂事的站了出来，一边为玉珍说情，一边提醒她去洗浴房看看，那里可能有别人不用的衣服和布料。玉珍急忙朝洗浴房赶去，突然在一个转角处又遇到了世子。自从上次见面后，世子一直念念不忘他，但玉珍并不知道他是世子。世子谎称自己是内禁卫，询问他是否来参加选妃。听此，世子不禁有些失望，他本以为终于遇到一个熟悉的人。玉珍赶紧请他带路去洗浴房。玉珍很快找到了布料，在这缤纷的色彩衬托下，玉珍的美貌更加显眼。世子看到这一幕，心中不免沉醉其中，但最终机智的任显脱颖而出，他本就是中殿娘娘的内定人选，选妃不过是形式上的程序，这是因为中殿娘娘需要他父亲的支持。正当任显以为胜券在握时，世子突然出现，他宣布带来了另一位候选人。这时冰盼的女儿出现了，世子走到宰相的女儿任显面前，就在他满心欢喜准备牵手时，一个轻蔑的眼神闪过，他立刻抓起了冰盼的女儿任静的手。这一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宰相在朝中的势力极大，如果选择他的女儿为世子妃，未来即使登上王位也只是个傀儡。宰相和任显感到极大的羞辱，但任显的未来并未因此而结束。如今世子离只能在坏和更坏之间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一方。纯真的任静不知道被世子利用了。就在婚房之夜即将开始时，世子突然回想起与玉珍的相遇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太监慌张的来报，这样洞房花烛夜还未开始就告终。国王临终前令撤去权倾朝野的宰相，并反复叮嘱世子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，一切都必须靠自己才能成为真正的王。众大臣纷纷赶来，得知国王遗旨后，宰相勃然大怒，他警告世子，政权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，自己的根基深厚，掌握着兵权，但他心知肚明，世子选择了冰盼的女儿任静，目的是为了削弱他在朝中的影响力。世子最终顺利成为国王，而任静也自然而然地成了王后。仆人正在帮老爷换衣，这一幕被突然赶来的夫人撞见了，他二话没说，上去就是一个耳光。两人的亲密举动彻底激怒了他。推搡中，仆人不小心划伤了夫人，气急败坏的夫人叫来了家丁，用草席将仆人裹起来，然后用棍棒打。正好玉珍来看望母亲，看到了这一幕，玉珍冲上前去保护母亲，但夫人并没有因此停手。
遭到毒打的母亲被关进了柴房。作为女儿的玉珍无力保护母亲，这让她感到非常自责。深夜，玉珍找人将母亲救出，她决定和母亲一起逃往清国，但在一间茅屋休息时，被夫人派来的家丁追上，他们再次被捉回来。恶毒的夫人想要毁掉玉珍的容貌。就在此时，老爷匆匆赶到，对夫人的胡作非为感到非常愤怒。一顿严厉的训斥后，母女俩得救了。老爷叫来玉珍，问她是否有意愿成为宫中之人。原来几天前，大妃为新选中的中殿娘娘相面，巫女直言中殿娘娘将来无子，预测将来会有一位宫女成为大妃的克星，这个人将在宫中引起巨大波澜。大妃一听此言，怒不可遏，与她相克的必是太王大妃的南方势力。为了消除后患，大妃命令将所有南方宫女驱逐。这一行动引起了大王大妃的注意，大王大妃对大妃的专横行为大加斥责，两人的矛盾愈发公开化。大妃讽刺大王大妃无子，她的专横正是因为她有儿子，这种行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。大王大妃当即召见了自己的弟弟赵世熙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，他决定培养一个既美丽又有野心的人。赵世熙立刻想到了玉珍。大妃看到这位新来的宫女非常不高兴，原因仅仅是因为她长得漂亮。大妃抢过她刚洗完的衣服扔到地上，玉珍没有争辩，正要捡起衣服时，一瓢脏水又泼到了她头上。此时其他宫女还不知道，她将来会统治整个后宫，成为让无数人畏惧的张喜平。所有的委屈都将转化为她前进的动力。她默默忍受，等待着崭露头角的一天。看着眼前的布料，她想起了初见里的场景。玉珍并不知道那个自称是内禁卫的人其实就是现在的国王。他来到宫中也是希望能再见他一面。当他向其他宫女打听理时，千上宫严厉地训斥了他，告诫他不要做白日梦，尽早放弃这种想法。为了惩罚玉珍，命令他以后洗所有的衣服。这突然的斥责让他感到困惑。就在这时，大王大妃的人来了，他们直接把他带走了。玉珍不知所措，没想到做个宫女还有这样的待遇。两位姐姐帮她洗澡。原来大王大妃已经得知她和国王以前就认识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大王大妃计划把她献给国王。玉珍被安排给国王送茶。当门打开的时候，玉珍彻底愣住了。她认识的那个内禁卫竟然是现在的国王。国王看到一直思念的玉珍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大王大妃为了促成这件事悄悄离开，但这次事件让李产生了疑心。作为国王，他不得不更加警觉。这种不经意的巧合让他觉得一切都是被精心安排的，这让李百思不得其解。玉珍告诉他，他找的是内禁卫，并不是国王。失落的玉珍非常痛心，自己当初竟然也不知不觉动了情。李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玉珍刚要起身离开，却被李抓住了。自从他成为国王以来，西方派系和南方派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他施加压力。在许多西方派系大臣的支持下，信象再次回到了朝堂，李也不得不妥协。他无奈地倾诉了一番。玉珍真心觉得李很可怜，但这话反而让他觉得得到了安慰。第二天，心情大好的李特意经过珍房，其他宫女都在卖弄风情，玉珍却没有抬头。他谎称自己的练功服变紧了，命人叫玉珍来重新测量。玉珍感到有些惊讶，前2天才亮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变小了呢？玉珍来到后，在给他测量时，李不禁回想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。测量结束后，玉珍就要离开，李立刻叫住了他。为了让玉珍多留一会，他绞尽脑汁，把所有的衣服都拿了出来。这件太瘦，那件太胖，这件刺绣做得太差，都说是急着穿，修好了再走吧。玉珍一件件的修改，而李则在一旁偷偷的观察他。终于修改完毕，又要检查一遍才让他走。短了长了，不认真的话是不合格的。明天5点前把改好的送来。无奈的玉珍抱着衣服灰溜溜的走了。衣服改好后送来的却是其他宫女。心急如焚的国王亲自跑到了珍房，四处查看却没有看到玉珍。他急切地询问她一天都去了哪里，来到宫中不就是为了见她吗？那他应该经常见到她才对。与此同时，曾经落选的妃子任显，此刻来到惠民署发放粮食，还参与了文化工作。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拉拢民心，希望重返宫中。这时王后也来到了现场，见到任显，不禁称赞他心地善良。两人正在寒暄，突然传来有人得了天花的喊叫。看到孩子痛苦挣扎，善良的王后上前安慰，突然间咳嗽连连。任显明白天花是会传染的，但他并没有上前制止。宫里有传言说王后一直孤独一人，大臣的女儿话里带着嘲讽，这让王后哑口无言。他们的对话被路过的国王偶然听到，国王立刻过来拉住了王后的手，带她走出了众人的视线。王后本能地把手抽回来，两人表现出的恩爱都是给别人看的。国王当初选她也只是为了政治联姻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爱情。但看到王后被人轻视，国王怎么能忍受？听到这些话，王后感到非常感动。在国王准备离开时，她急忙追了上去。不久，王后就感染了天花。看到这一幕的宫女都惊慌失措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再接近她。这时，玉珍挺身而出，看到奄奄一息的王后，玉珍心中不禁感到酸楚。王后说，当年是通过玉珍的帮助才进宫的，如今又是她陪伴自己走完最后一程。玉珍安慰她说，她会好起来的。王后从小体弱多病，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她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最后一次见到国王。玉珍冒着生命危险去见国王，这让国王感到难以置信。几天前他见到她时还好好的，原来是大妃知道王后得了天花，为了防止传染给国王，他封锁了这个消息。国王一得知就立刻赶来，面对大妃的阻拦，他没有退缩。看到国王来访，王后非常高兴。国王缓缓握住了他的手，但王后不久后去世，
太妃随即推荐宰相之女人显上位，朝堂上与宰相合谋，逼迫国王立新后，还让人提前为人显制作成婚时的圆衫。制作圆衫的任务落到了玉珍身上，这让珍房的一名宫女心生嫉妒。她谎称是大妃让制衣者试穿，为了观察衣服的整体效果，太妃急忙赶来，看到这情形，上前给了一个耳光。宫女居然穿上了圆衫，这让大妃非常愤怒。旁边的宫女却改口说是玉珍自己要穿，她说她劝过，但玉珍就是不听。玉珍无法辩解，遭到了惩罚，被贬到洗衣房的玉珍整日洗着没完没了的衣服。其他宫女还故意找麻烦，玉珍本不想争吵，正要离开却被阻止。宣女指责她破坏珍房的名声，抢过她刚洗好的衣物扔进水中。宫女看着她狼狈的样子，得意地笑了。这一刻的嚣张，他们将终生记住。宫女逆袭成为王后，她就是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张喜平。此刻的玉珍忍气吞声，只为将来能够出人头地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她赶忙收拾衣服以免受罚。大王得知玉珍受罚，冒雨赶来，看到这一幕非常心痛，但玉珍知道自己是宫女，不敢奢望能靠近大王。同时大妃碰到了大王，两人一见面就开始争吵。大王和大妃互相指责，责怪一个未被册封的女子竟频繁进入富贵之地。任显承诺今后会谨慎，但这番话大妃怎会接受？大妃反击说，身为婆媳，我都未曾多言，你少操心，还是多考虑自己的安全吧。大王和大妃都感到愤怒，竟提出宫中的要求。如果想要翻身，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玉珍。那天玉珍见到千上宫路过，故意引诱那个陷害他的宫女说话，那宫女不在意，也没否认。千上宫了解了全部情况，陷害玉珍的宫女最终受到了严厉的处罚。深夜，大王再次来找玉珍，玉珍本打算躲开，想要离开，大王见此赶紧上前把她拥入怀里。王宫里传开了殿下拥抱宫女的消息，宫女们都在私下议论，都在猜是哪位宫女有这样的好运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宫女正是经常被他们欺负的玉珍。他们不仅把玉珍洗好的衣服弄脏，还往她头上倒了炭灰。有宫女看不下去了，站出来为玉珍说话。正是这一行为，让吕后给她带来了巨大的转变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妃那里，一个侍从告诉了大妃，现在还只是传言，并没有宫女穿着裙子出来，表示受到了蝗虫。大妃说，关键不在这里。宰相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他命令人一定要查清楚是哪个宫女，绝不能让她阻碍自己女儿任显成为王后的障碍。一天，公主骑马时，白马被吓得乱跑，玉珍恰好路过，这一幕恰好被大王看到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大王不顾一切冲上前把玉珍推开，结果自己被马撞到墙上昏迷了。看到儿子为救宫女受伤，大妃气愤地把玉珍赶出宫。玉珍担心大王，苦苦哀求再见大王一面，但没人理他。有人向大妃进言说玉珍出身不错，得知玉珍是南方人，大妃更加生气，她立即召集所有大臣，在大王昏迷期间宣布要立宰相的女儿任显为新后。玉珍一夜未眠，心系大王。天亮时，宫门突然打开，玉珍以为是大王召见她，但迎接的却是新王后。这一幕深深地伤害了玉珍，她注视着新王后，卫兵随即把她推开。这一刻，玉珍终于觉醒，出身卑微的她，若想在人前显得高人一等，赢得大王的心，是她唯一的选择。今天是她的大婚日子，但殿下却去找宫女了。看到殿下不顾一切赶来，宫女玉珍被深深感动，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。这部分故事可能不太受欢迎，不再展开。王后独自一人默默无语，暗想知道女儿受辱，心中不由得起了杀心。玉珍被赶出宫时，大王和大妃都得到了消息，命东平君将玉珍安置好。东平君也喜欢玉珍，面对他请求见一面的请求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听说这个消息，殿下立刻脱下礼服向玉珍飞奔而去，应下承诺会尽快让玉珍回宫。两人在甜蜜的时候，突然有侍卫报告大妃病危，应下急忙回宫。大妃对殿下出宫找玉珍非常生气，作为出身低微的玉珍，大妃怎么可能允许她和殿下接触？听到大妃的责问，殿下反驳，若非大妃在她昏迷时赶走玉珍，甚至还谎称她去了倾国，自己绝不会同意和任显结婚。殿下回到宫后，很快命人将玉珍找回。那位宫女谎称是殿下让她来接玉珍，玉珍跟随那位宫女来到了宫中，但她并未见到殿下。突然出现了几个蒙面人，他们将玉珍押进了茅屋。原来这都是宰相的圈套，他因自己女儿受辱而对玉珍心怀不满，气愤地将玉珍锁在茅屋里。随后火球被扔进茅屋，大火迅速蔓延，玉珍的生命危在旦夕。最终玉珍被堂叔张炫救出，这让他深刻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。堂叔告诉他，即使受到殿下的宠爱，也难逃他人的陷害。而宰相的女儿任显即便未得到宠爱，仍能轻松坐在王后的位置上。此时玉珍坚定了决心，她决定与堂叔联手，要毁掉那些伤害她的人。因为身份卑微而被人轻视，她是要重返宫中，要把他们踩在脚下，粉碎他们。多日来，殿下一直找不到玉珍的下落，这让殿下更加思念她。在堂叔和大王大妃的帮助下，玉珍顺利回到了宫中，与殿下重逢，两人深情相拥。随后侍从来报告，殿下有召见的消息。王后满心欢喜，本以为今晚要侍寝，却看到玉珍出现在眼前，王后惊慌失措，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玉珍恳求王后让她留在殿下身边，这本来就是殿下的意思。王后没有理由拒绝，只能装作镇定，希望与她好好相处。玉珍并未急于揭露王后和他人加害她的事，她知道单凭殿下的宠爱不够，她需要慢慢壮大，才能与对手抗衡。第二天，宫女们接到了召集令，
有传言称被殿下青睐的宫女将被册封。玉珍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曾经欺负她的宫女们都吓呆了，个个慌不择路。今天的玉珍也是她野心逐渐显露的时刻。作为王后的人血，从这一天起也面临厄运的开始。她虽是出身卑贱的宫女，却独获大王恩宠。为了防止她怀孕，狠心的婆婆竟然命人强行给她服药。玉珍拼命挣扎，努力摆脱，抽出一把匕首对准自己的脖子。看到这一幕，大妃也愣住了。玉珍誓死不从，大妃没想到她会这么坚决，毕竟是殿下深爱的人，若事情闹大，殿下追究起来也难以解释。无奈之下，大妃愤然离去，害怕之后的玉珍瘫倒在地。在后宫如果不怀上王子，她怎能实现自己的野心？与此同时，殿下来到玉珍的房间，眼前的混乱场景让她心生不安。殿下急忙赶了过去，玉珍见到殿下便失声痛哭。殿下不断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玉珍并没有透露真相。她计划让殿下事后才知道真相。就在几天前，她陪男人党派的大王大妃散步，遇到了西人派的大妃娘娘。大妃开始嘲讽大王大妃没有孩子，反而把宫女当女儿养。大王大妃马上反击，如果养得好，一个宫女抵得上10个儿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大王太妃不甘示弱，嘲笑王后，说王后整日孤守空房，大王都不碰她，至少我们得到了殿下的宠爱，并能怀上王子。这话让大妃气得脸都白了。大王大妃终于赢了一场，这让她高兴的笑开了花。大妃心中不平，她想让玉珍先怀上王的隆重，这样王位继承人将是她的孩子，这会威胁到王后的地位。为了防患未然，大妃才出此下策。但倔强的玉珍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付。自从玉珍被册封后，曾为她打抱不平的宫女，现在也算是出人头地了。每天殿下匆匆阅完奏章就去见玉珍，原来王后一直在这里借教礼仪之名发号施令。王后见殿下有些不悦，便悄悄离开。但她刚走出门，就碰到了殿下和玉珍的甜蜜场面。接下来，玉珍将一步步迫使大妃走向绝路。她虽然出身卑微，却被大王宠爱，大王甚至为她建了一座豪华的庭院，这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，连阁楼和尚宫都不能住，更别说是殿堂了。大王一听，决定册封她为从4品书员。文武百官纷纷劝他要慎重。大王怒不可遏，你们一直在政事上阻挠我，现在连我的后宫都要管吗？为了心爱的人，大王排除了所有反对意见。玉珍被正式册封，按礼节为新进书员举办庆祝宴会，但大妃却将所有内命妇都调到了自己的营中。玉珍满心期待的来参加宴会，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。宫女透露了真相，玉珍极为愤怒，却遭受了这样的羞辱。这一次，玉珍不再退让，她带着笑容出现在大妃的宴会上，一上来就说自己因太忙而迟到了。太妃气得满口脏话。就在此时，大王突然赶到。大王立刻看穿了这一切小心思，看到玉珍受到冷落，他立刻对王后进行了严厉的训斥，然后拉着玉珍就要离开，气得大妃一口老痰吐了出来。大妃病倒，加上各地接连不断的旱灾洪灾，所有的指责都指向了玉珍。以宰相为首的大臣们纷纷上奏，称这是上天的愤怒，要求尽快将张玉珍赶出宫。面对众臣的指责，大王左右为难，但玉珍的存在是男人党派的希望，他怎能稳得住呢？玉珍身着素衣找到了信相，当初信相让他陷入绝境，现在他要开始算账。信相表示没有证据，谁会相信这些？然而出乎他的意料，玉珍在堂叔的帮助下，已经抓到了当初诱骗他的朱上宫。玉珍此刻所要的，但信相依然嘴硬，即将开口。宰相原以为他只是靠美色迷惑殿下，显然他低估了玉珍。连3朝元老也被一个宫女牵制，宰相气得直接摔帽。但玉珍想要的不仅仅是这些，她又来到了大妃的寝宫。儿媳在门外跪了一整夜，不断恳求婆婆的原谅。作为大妃娘娘，她一直看不起这个出身宫女的儿媳，门外祝福她早日康复的话语，更是显得格外刺耳。这让大妃非常气愤，她指责玉珍在装可怜，不仅迷惑了殿下，还来气她。玉珍让她别生气，不久将给她生一个健康的孙子。大妃自责，后悔当初没有给她服下毒药。玉珍说：“我们俩知道就好，如果让殿下知道，他会多难过。”但这番对话全被殿下听到了。玉珍早已预料到这个时间，殿下总会来看望大妃。此时殿下突然回想起玉珍那日满脸尘土的样子，殿下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难以置信地质问大妃。看到两人争执，玉珍赶紧插话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不会怪罪大妃，请您千万别生气。”大妃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也是历经风雨的人，如今竟被一个宫女算计。知道这一切的殿下，感觉更加对不起玉珍。感受到危机的大妃，立刻召来了巫女。巫女掐指一算，预言3天后的亥时元房会生下龙子。大妃确定了吉日，这关系到王室后继，即使殿下不愿，也不得不从。王后这边正在精心准备，玉珍也打扮得十分精致。当殿下前往王后寝宫的路上，玉珍突然出现，她那精致的妆容和若隐若现的服饰，深深吸引了殿下。殿下跟随玉珍来到这里，正在等待的王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匆匆赶来的她很失望。玉珍看到王后赶到，立刻泼了她一盆冷水。受委屈的王后直接找到玉珍，向玉珍讲述吕后与戚夫人的故事，希望以此警醒她。在宴会上故意邀请她母亲参加。当玉珍的母亲赶到，大妃单独将她安排在草席上。为了母亲，玉珍只能隐忍，其他夫人还嘲笑她的出身。玉珍赶到，看到母亲受辱，心中难免酸楚。母亲安慰玉珍不必放在心上，但这气怎能就此忍受？愤怒的她前去向大妃和王后讨说法。王后因为昨天的事已经记恨她，此刻更是以法度和身份侮辱她。大妃恶语连篇，称她母亲不检点，声称她母亲与赵师熙有私情。这些不实的谣言让玉珍无法忍受，一怒之下
他打了大妃贴身的上宫。之前大妃故意让人延误玉贞，导致他迟到了。大妃被吓了一跳，以为自己会被打。上宫立刻开始推卸责任。紧接着，玉贞又给了上宫一巴掌。这上宫是大妃的贴身人员，打他无疑是在教训大妃，这让大妃气得晕头转向。不久后，殿下也赶到了现场。王后的母亲上前行礼，殿下礼貌的回礼，然后拉起玉贞母亲的手，请她喝茶，还想请玉贞的母亲多留一晚，让她讲讲玉贞儿时的趣事。最近玉贞经常感到眩晕，请医官检查后发现她怀孕了。玉贞非常高兴，但她担心大妃和王后会使坏，嘱咐医官先不要泄露这个消息，她想亲自告诉殿下这个好消息。但当医官走出去时，正好遇到了王后的父亲信相大人。信相大人强迫医官透露实情，结果两个不该先知道的人得知了此事。大妃对此既高兴又担忧，毕竟也是自己的孙子。但在信相的怂恿下，大妃决定带玉贞去陵园祭奠。由于殿下最近公务繁忙，玉贞一直没机会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在祭奠的当天，大妃告诉玉贞，因为她的品阶太低，只能骑马。玉贞虽然担心，但在国法的威胁下，无奈之下只好跟着去。玉贞不知道的是，马匹之前已被动了手脚，没走多远，玉贞就开始感到不适。突然马匹变得狂躁，一不小心就把她摔下来。流产后的玉贞非常痛心，殿下听说后前来探望。到了门口，无意间听到玉贞与宫女的谈话，谈到祭奠时笑道，她不去会让殿下丢脸，尽管品阶低，她怀孕了还是只能骑马。玉贞怀孕的消息竟未被公开，殿下立刻召见医官。宰相和大妃都已知道玉贞怀孕的事，殿下大怒，命令彻查马匹的情况。此时大妃也开始感到害怕，殿下到来，大妃不得不抵赖。母亲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，为了补偿玉贞，殿下决定将玉贞晋升为喜嫔。玉贞受委屈后，殿下做出了承诺，为了在宫中站稳脚跟，竟然给自己下了毒。王后被吓得浑身发抖，这是她亲手做的食物，怎么可能有毒？殿下大怒，决心要查明真相。经过医官的抢救，玉贞脱离了危险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王后。负责做饭的宫女们被严刑拷打，最终他们指认出是王后所为。此时王后无法自辩，此前作为婆婆的大妃一直看不起这个卑贱的宫女。她命医官给王后把脉时，发现王后体质难以生育。这个消息让两人都崩溃了。事已至此，大妃与王后密谋，既然自己不能生育，就利用这个宫女，等她生下王子后再将她铲除。大妃立刻召见了玉贞，不仅为她准备了补身体的汤药，还亲自喂她吃糖。大妃告诉玉贞，在王室中，嫔妃的孩子都归王后抚养，如果她以后生了龙子，必须交给王后抚养。玉贞难以置信，为了不让别人夺走自己的孩子，玉贞暗下决心，她决定赶走王后，自己坐上中殿之位。玉贞找到了唐叔来策划这件事，对权力痴迷的唐叔想出了一个计划，逼迫宫女在王后不注意的时候下药。宫女最终指认了王后，这让王后感到非常恐惧。这时大妃急忙赶来，为了保护王后，大妃谎称是她不想让王室受到污点。情绪激动下，大妃的病情恶化，倒在地上。玉贞的计划没有成功，这让殿下开始怀疑。临走前，大妃告诉殿下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张女所为。她嘱咐王后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中殿之位。随后她就被解职了。此时的玉贞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深感后悔，那个殿下无法承受的真相让她感到害怕。她更害怕的是接下来必须做的选择。大臣们认为张玉贞是出身低贱的人，还传言她的母亲行为不端，她的存在是家族的耻辱。殿下因此与大臣们发生了激烈争执，并愤然离开。玉贞独享殿下的宠爱，并加入了南方人的政治派别，这让相官感到嫉妒和担忧。他担心玉贞夺走自己女儿的王后位置，于是计划向玉贞施加压力。王后找到玉贞，希望她不再让殿下处于两难。为了国家和社稷的稳定，最好早点主动离开。宫中有传言说她是母亲和赵大人私生的，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再次被用来侮辱玉贞，这直接激怒了她。玉贞立即送走了来访的宾客，因为过于激动，她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请来医官一查，得知玉贞又怀孕了。她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殿下，但殿下并没有表现出惊喜。此时他正在考虑如何做出选择，最终殿下还是接纳了玉贞。无论玉贞曾犯过何错，这份不可割舍的爱让殿下依然选择信任她。在朝堂上，玉贞强势反击，她嘲讽那些关于她母亲的不实传闻，竟是出自一些权势之人。她以此警告大家，并且公开她怀孕的消息。从此殿下对玉贞更加宠爱，她在闲暇时去捕鼹鼠选购胭脂，不知不觉中宫中掀起了一股化妆潮。玉贞引领着时尚潮流，宫女们纷纷模仿她的妆容，连王后身边的老上宫也希望能被殿下看中像玉贞一样。与此同时，大王大妃的健康状况也在恶化，没人与她对抗，她反而觉得无聊。临终前，她叮嘱玉贞，在圣宠消退之后，主上已不再只是一个男人，而是化身为王的化身。这一点大王大妃需要牢记。宫女独享大王的宠爱，生下了龙子，但当大王病重不起，她的好时光也随之结束。王后不仅要夺取她的孩子，还要她离开宫廷，迫使她出家为尼。在朝堂上，大王曾宣布将新生的儿子立为世子。王后的父亲所在的西人党派强烈反对，他们质疑一个出身低微的宫女怎能让他的孩子登上王位。大王因此怒不可遏，晕倒在龙案前。经过医院的诊断，大王的病情与先王相似，似乎很难再次苏醒。信相在朝中的势力覆盖天下，大王的强势使得西人党派苦不堪言。此时他们只想要一个傀儡，于是他们故意试探东平君对王位的看法。东平君作为王族后裔，早有此意，
两人意见一致。玉珍得知大王病重，匆匆赶来探望，却被王后拦在门外。王后提醒玉珍，世子将由她抚养。为了孩子，玉珍只能忍气吞声。王后有其父亲的支持，玉珍所依靠的男人党派势力弱小，无法保护她。玉珍发誓要永远记住今天的悲惨遭遇。如果殿下能苏醒，她要让王后心碎，就像她现在感受的那样。这时，王后身边的上宫竟然把孩子抱了过来。玉珍急忙上前抢回孩子，但在没有大王的保护下，孩子最终还是被王后夺走。看着这个可爱的婴儿，王后不由得显露出慈母的心肠。玉珍被宫女强行带往寺庙，半路上被堂叔派来的人救下。深夜，一名黑衣人闯入大王的寝宫。第二天传出大王驾崩的消息，大臣们纷纷等待东平君登基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大王出现在朝堂上，他一直在伪装昏迷中，默默地观察着一切发生。他与东平君早就有了计划，性向一心谋求权力。他的西人党派终被一网打尽。此时大王最担忧的是玉珍，为了清洗他和世子的身份，玉珍也遭受了不少苦难。与此同时，王后被废，乌爱在离开前来找到任显，他告诉任显，终有一天他还是会以中殿的身份回来的。玉珍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中殿之位。然而作为后宫之主，她是否能持续得到大王的宠爱？从卑微的宫女成为后宫之主，本应无忧无虑，母仪天下。但她知道自己的前车之鉴，为了防止其他宫女获得大王的宠爱，一旦遇到长相出众的宫女，她就会让他们离开宫。停！中殿的位置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连夜里做梦，梦见以前的仁显王后和大王在一起。惊醒后，她心神不安，急着要见到大王。被告知大王正在和臣子商议政事，玉珍不顾一切闯入会议室，一进门就看到一名宫女正走出来，她一巴掌打了过去，正要大骂，抬头一看，发现大王和几位重臣都在看着他。这一刻，玉珍失态，完全没有中殿应有的仪态。这种强烈的占有欲让他焦虑不安，他害怕的事情正逐渐发生。宫女们私下里议论纷纷，都希望成为下一个得到大王宠爱的人。有的宫女见到大王故意摔倒，还有的默默祈祷被大王看中。宫女们都在想办法攀升上位。这些不安分的行为让玉珍大发雷霆。玉珍深夜命人把几名官女绑来，像当初大妃对待自己一样，给他们灌下药汤。这种行为持续了很久，大王已经习以为常。他心中不满，批评玉珍不要再做这些无谓的事。作为后宫之主，还是多考虑如何赢得人心吧。大王在心中沉思，不知不觉间走到了被废的仁显王后的寝宫，看到屋内亮着灯光，便走了进去。询问之下得知，今天是仁显的生日。昔日的仁显王后曾特别照顾这名宫女，宫女为了报答恩情，特地准备了一些食物。这种不忘救主的行为让大王刮目相看，但大王万万没想到，这名宫女其实是仁显为了重返宫中所安排的第一步。两人彻夜深谈，最终大王决定留宿此地。王后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宫女被大王宠幸的消息迅速传遍宫中。玉珍一听此事，立刻崩溃，她立即命人将那名宫女抓过来。玉珍看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非常愤怒，她拿起木鞭开始惩罚那名宫女。就在此时，突然传来大王到来的消息。大王看到崔氏腿上的伤痕，对玉珍的失望更甚。崔氏哭泣着求大王赐她一死。就在崔氏退下的那一刻，他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令玉珍心中慌乱。大王指责玉珍缺乏中殿的气度，玉珍解释称是为了树立威望，但为了保护崔氏，大王命令将崔氏封为从四品书员。玉珍伤心至极，瘫倒在地。曾经的海誓山盟都是假的。崔氏得意洋洋，口出狂言，声称得到圣恩，只要有了龙子就能晋升为嫔。如此下去，两人的斗争正式开始。玉珍意识到崔氏背后有人操控，这个人一定是被废的仁显，他策划着复位的阴谋。与此同时，大王不再坐视不管，他命令查验大妃生前的病历和所服用的药物。内医院开出的处方中，并未记录有附子这种药物。经过严厉的调查，一名医官将玉珍的堂叔召唤出来，为了未来能成为国勇，张炫一直在暗中为玉珍清除障碍。他操控了医官，在大妃的药中偷偷多加了一味药，这使得大妃提前离开了人世。张炫被关入重狱，玉珍不明原因的为堂叔辩护。大王压抑着怒火，命他亲自去河边。得知真相后，玉珍对堂叔进行了责问：殿下是我最珍视的人，你怎能伤害他的母亲？玉珍并未知晓真相，偷听的大王因此释放了心中的疑虑。原来大王之前并未与崔氏有过什么，为了不被诡计愚弄，纳入他进后宫也是顺势应对。玉珍对自己最近的行为感到后悔，他向大王做出承诺，今后将成为他期望的后宫主宰。两人和好如初，显示了大王对玉珍的感情。为了履行对玉珍的承诺，他不惜与强大的西人党派对抗。他深爱着玉珍，也宽容他。被废的仁显王后为了重返宫中，不仅拉拢民心，还出书重伤。百姓知道书中的人物指的是现任王后，纷纷为仁显感到不平。玉珍本想到惠民署帮忙，以此获得百姓的支持和认可，但百姓更认可的是废后仁显。这本书甚至在宫中也开始流传。玉珍看到这本书后非常气愤，书中对他的描述极其恶毒，而仁显则被描绘的贤良淑德，如仙女般。另一边的崔氏故意在大王经过时阅读这本书，大王见他读得泪眼汪汪，感到好奇，回头一看，崔氏竟然是反着看书。大王询问他书中的内容，崔氏早已按照仁显的吩咐背熟了书中的内容。大致内容是通过谎言和诬陷抢夺了正室夫人的位置。大王早已洞察其中的诡计，并不担心玉珍的处境。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。崔氏某天突然感到不适，请求医官诊断，这一切都被玉珍的哥哥看在眼里。
询问贴身侍女后，得知崔氏怀孕了，但哥哥并不知情，他已经落入了别人的圈套。为了清除妹妹的障碍，哥哥心怀恶念，在饭中下了药，随后让宫女将食物送给崔氏。高中再次发生中毒事件，大王非常重视，要求彻底调查。宫女很快就招供了张熙载，发现是哥哥下的毒，玉珍难以相信。大王也觉得案情复杂，于是去找张熙载询问原因。玉珍的哥哥告诉他，自己是听说崔淑媛怀孕，所以才犯下这样的错。大王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政治阴谋，而任显的父亲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他立即写信召集8位大儒，以他为首的西人党派，强烈要求处死张熙载，并要求恢复废后任显的地位。大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各方势力强烈要求民心所向。玉珍不忍心看大王被众人抛弃，因此主动要求离开，并全部坦白。大王表示不打算放弃他。玉珍感到惊讶，原来大王早已了解一切，他的爱远超玉珍所想。为了保护玉珍，大王特意找来了任显的父亲，批评男人党派的无能和政策上的失误。大王已经厌倦了现状，他同意将执政权交给西人党派，也同意任显复位，但张玉珍不能被贬为庶人，只将他为喜嫔，继续留在宫中，既是偏爱，也是慷慨的许诺。这是后宫3个女人的权力争斗。废后任显重新回到宫中，玉珍虽降为喜嫔，但仍留在宫中，这让任显非常失望。崔淑媛原是出于政治目的被送入宫中，她逐渐显露出野心，看到任显对世子的溺爱，故意挑拨说世子并非亲生，质问任显为何如此喜爱他。充满野心的崔淑媛还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许将来能跟世子一决高下。任显严厉地让崔淑媛退下，万万想不到被当作棋子送进来的崔氏竟膨胀到如此地步。原本以为他只是个外表华丽的娃娃，结果他却像只冰墩墩。自从任显回宫后，世子就由他抚养，玉珍只能远远地看他一眼，他的心情任显可以理解，因此同意让母子偶尔见面，这让玉珍非常感激任显。最近任显的健康一直不佳，医院的诊断结果显示王后的病已经无法治愈。玉珍前来探望任显，2个本性善良的女性此刻互诉衷肠。作为名门望族的一员，任显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坚持自己的爱情，大王通过强化王权给他名分，他也只能为家族的兴衰守护。任显并不是非做王后不可，他只是想得到男人的爱。2个女人相互理解对方的心，尽管多年争斗，但此刻彼此释怀。有一天，世子玩耍时突然晕倒，医官诊断世子患上了严重的天花。之前仁靖王后也是由于天花去世，病急乱投医。玉珍的母亲竟找到民间巫女求治，巫女的话令人震惊，她表示宫中很快会有贵人去世，若不快速进行法事，连她的母亲也难以幸免。东平君立刻阻止玉珍进行法事，宫中严禁此类巫术，如果被大王和众臣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可能会引火烧身。世子的高烧不退，玉珍因此非常焦虑。为了孩子，她还是决定冒险一试。然而牙淑媛偶然看到了这场法事，很巧，不久后肚子的病情有所好转，水痘也逐渐消失。与此同时，王后任显也撑不下去了。王后的去世也意味着新王后即将上位，野心勃勃的崔淑媛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在朝堂上，她拿着草人作为证据，举报玉珍在盐殿内进行法事的行为。大王赶来，果然发现玉珍正在收拾。玉珍解释，这是因为世子的病情，她才不得已设立神坛。2人经历风雨，大王相信玉珍的为人。然而崔淑媛决心要得到王后之位，诬陷玉珍是为了诅咒任显王后。此前牙淑媛已经偷偷藏下，将任显王后的玉佩放在此处，这玉佩被找出作为证据，玉珍无法辩解。在西人党派的推动下，大王不得不带走涉案的宫女。宫女在严刑拷打下屈服认罪，这名女子请求大王赐她死亡。张喜平被众臣低估，他们以设立神坛诅咒已故的任显王后为由，迫使大王将她赐死。大王采纳了众臣的建议，因其罪行被视为大逆，在自尽前需为任显王后守灵天，安排玉珍前往任显王后的陵园。大王追了过去，东平君得知大王已下令赐死玉珍，赶来替他求情。大王向他表明，自己曾向玉珍承诺，永不放开他的手，怎会迫使他死去？此时大王已准备好，即便与众臣正面冲突，最坏的打算是退位。原来大王早已计划让玉珍隐退，而当玉珍醒来，得知一切都是大王的安排，他坚决选择返回王宫。玉珍抱着儿子痛哭，与他进行了最后的道别。此时西人党派已在门外等候，玉珍缓缓走向刑场，东平君哭得无法自已。大王得知玉珍返回后立刻赶来，但还是迟了一步。大王将她拥入怀中，痛心地质问玉珍为何返回。张玉珍为爱而生，亦为爱而死。为了一直保护她的王，玉珍舍弃了自己的生命。只有爱情能守护爱情，她的爱情简单而纯粹，这也抚慰了大王孤独的心。从卑微宫女到后宫之主，她不甘心屈服于世俗和命运。虽然人生短暂，却灿烂夺目。每个努力生活的人，怎能承受他人的责难？